对不起，沙头，我不是来听我的律师跟我道歉的。这句对不起，是我替你跟我的助理说的，他很忙，而你没有预约。我这出了状况，很急。那150页的合同你已经签了吗？你是我们的法律顾问，但你没有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。我在这儿等了你一早上，一上午我都耗在这儿，你知道我的时间多宝贵吗？那是因为你知道你犯的过错会导致500亿的市值灰飞烟灭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能阻止这一切吗？我要30%。不可能，其他律师都是15%。那你就去请其他律师。我想问的是，你对我的敌人，是否也会像你对我这么横？我并没有开启战斗模式，这是我最友好的时刻。好，就30%。准备合同。嗯。我喜欢他，有气场。我最讨厌那种对我唯命是从的律师。明白，千军万马去上将手机。对，替我取他们手机。好。你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这所有东西都撤完了啊！现在店里口像平常一样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但是这东西没地放，我这儿也没地方放。我本来想吧，把它放到男厕所去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妥当。我这儿也不妥当。那可是这东西放哪儿啊？丽娜姐好。别呲牙了，赶紧拿走，我这儿不能放。那放哪儿？就放这儿啊，这样。我跟你说了，不可以放这儿，拿走。就这，拿走。我最喜欢的荔枝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是我送的？当然。哎，本来啊，我打算给你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，被罗宾给阻止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丽娜。你回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我也很高兴。有一件事啊，我一直想跟罗宾说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想好怎么跟他开口。你想让我帮你跟他说？那就太好了。除了跟蓝红有关系的事情以外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小规矩。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定一个这样的小规矩呢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不，是这样啊。你看啊，之前呢，蓝红她来找我啊，找我给她老公家里边的买卖打官司，然后我给她打赢了，而且实现了非常大的胜利，被誉为神反转。所以你实现了神反转，可是他黑不提白不提了。对啊，就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。你说蓝红跟罗宾是吧？他们俩有那种特殊的关系，那我是直接跟蓝红要这个钱呢，还是说我直接给他发一个律师函？有些问题呢，你要学会自己去解决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我来帮助把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你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好吧？当我没说。我最喜欢的。我父亲送你的好酒。谢谢。你刚才在那儿干嘛呢？啊？
你做的？怎么把它放那儿了？因为如果否则的话，你就站在男厕所。我看站这儿挺好。丽娜已经上班了吧？我知道，但他现在不是刚回来吗？那你别忘跟罗宾说辞职的事儿啊。怎么在这儿打电话呀？哦，家里的事儿。喂，您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罗老师，你有事儿吗？有，重要吗？不重要。那你们先忙吧。发现问题了吗？这份合约我们当时在给法律意见书的时候就已经提示过风险了。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远期合约，它是一系列期权的组合，被称为累计期权。累计期权在香港被称为 accumulator。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解释是说 I kill you later。没错 ，accumulator 和 accumulator 是谐音，它的意思就是我迟一点杀死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签这份合约，迟早会死。你们这种累计期权的合约设计本身就是不平等的，违反了合约的公平原则。那合约就是合约啊，你签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还是有办法的。比如说解除、终止，或者重新签订补充条款。那也得双方都同意啊。你们这种产品是有巨大的向下风险的，往上给投资者的回报是很小、很有限制的，但是往下的风险可以是几十倍，甚至是几百倍。因此，如果你让投资者签了这样的合约，造成了巨额的亏损，在国外你们是要承担极大的法律责任的。那你们就到国外告我们好了嘛。我们并不想兴师动众，所以还是先请你看一下。这是补充协议。我们老板他不会签的，即便我他会签的。如果他不签，我就告诉他妻子，他跟你的事儿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跟他妻子并没有婚前协议。您怎么知道他跟他老板有事儿啊？那你以为这么长时间我在干什么？那既然您手里有大牌的话，我们应该一进去我们就……你打牌的时候一上来就扔王炸吗？不会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您让我查那么多国外的法律还有案件什么的？让你查那些案件案例，是为了提供给对方，让他跟他的老板去说服他们需要去说服的人。不过这招不要轻易用，除非确信奏效。不，除非确信对方没有重大疾病，比如说心脏病、高血压。我不是故意要去刺激厉伟正的。我觉得吧，他心里一定有问题，典型的精神分裂。你想呀，他好起来的时候对丽娜母女可好了，但是他发作起来，那真的叫六亲不认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被法律耽误了的精神病专家呀。罗老师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他们为什么不去做亲子鉴定？对，你为什么不带着你父亲去做亲子鉴定呢？或者说你父亲没事带着你去做个亲子鉴定？因为我们不需要啊。那他们就需要吗？因为周围的人都说他们不是。那就要证明给周围的人看吗？
罗老师，有一件事情。着急吗？我后面还约了人，不着急的话以后再说。不急，不急。Thank you。送给你的。今天不是我生日，这不是生日礼物。那是什么？你终于决定向我求婚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只是出于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高龄的法律顾问跟他老板？因为我是丽娜。欢迎你回来。上午9点，关于房产分割的案子要与当事人面谈。10点，大华公司的胡总和你商谈华瑞公司知识产权的问题。12点，清华的于总要谈进档股权处理的相关法律事宜。下午2点，你要审看英盛公司股权收购的合同条款。说这个事情啊，我都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。你说说看，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律所吧，请你给蓝红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律师费支付了。这是丽娜让我亲自跟你说的。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她不是我的客户，但她是你的前女友。如果不是你的缘故，我不会接她老公的案子。你如果不接这个案子，是如何一战成名的呢？不，那些都是虚名。总之，现在她欠我连续3年，总计是1650万的法律顾问费，她可以按照年度付，否则我会向她发律师函，告得她倾家荡产，将她和她老公还有她全家都列入失信人员名单。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这个事情吧，我到时候还是要跟我的老师去说一下。那您先往这里走。罗老师，你先别说话，让我来猜一下。她结婚N年，相夫教子，没什么过错，但是丈夫不再爱她，所以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小三儿，但是呢，又没有什么证据。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她丈夫应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过家了。所以说呢，她想要离婚。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，她和她丈夫又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什么也分不到。可是呢，她又不甘心只听命于她的丈夫，忍气吞声，别折腾，好好的看家护院。她丈夫有很多的房产，还有商铺，但是都购于婚前，婚前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他是不是以前咨询过您啊？当然没有。那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他没有付你咨询费。他没钱，不过他答应我们了。如果说我们可以帮他胜诉的话，他是会付我们律师费的。我们可以走风险代理嘛？风险代理的意思不是律师承担所有风险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我告诉你我的判断是什么。他绝对不是只咨询过我们一家律所，
也不是只找过你一个人，他应该找过很多家。而且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一定是你的一个朋友或者熟人介绍的，因为你这个熟人已经被他骚扰得不得安宁，所以你就热情地接待了他，拿出了你宝贵的时间听他讲了一个很悲惨的故事，你都不好意思收他的咨询费，对吗？是他自己主动说，如果你肯帮他，赢了案子，他会重谢你，对吗？哎呀，罗老师啊，她真的特别可怜。您好好想一想，她跟她丈夫结婚多年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任劳任怨。看来你还是没听懂我的话，那就让我直接来告诉你，他的这个案子胜诉的希望非常渺茫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咨询了很多家律所，但没有律师肯接。是，虽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视财如命，但是谁会接一个既没有钱，又会输的案子呢？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她的丈夫一定有法律顾问，她的法律顾问一定会告诉她，婚前财产属于个人，所以她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她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对方跟她叫板，那就是一无所有。所以说啊，您不觉得她很可怜吗？啊，她丈夫足足有10套商铺，1年光租金就有100万，10年就有1000万啊！可是她呢，她什么都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1000万啊，这是一笔巨款。不，我前面那句。哦，她丈夫有很多的房产，1年光租金就有您是说，租金是夫妻共同财产？打开你的录音器，把它记下来。我已经说完了，我是说把你自己理解了的录下来。啊，是这样啊，谢谢罗老师。法律规定，婚前购买的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但是您丈夫的10套商铺是属于重大生活资料，所取得的租金，事实上是一种夫妻共同经营后的收入，那就可以作为共同财产来分割啦。对。哇，太谢谢你了。那你觉得这案子能赢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来啊。好，拜拜。你男朋友？啊，那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你今天又没跟罗宾提辞职吧？我想好了。你不想辞了？我是不想现在辞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答应林家映了。谁是林家映啊？你知道他是谁？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帮他呢？你们很熟吗？什么关系？朋友、亲人，还是你欠他人情啊？他求了好多人，他都已经快绝望了。他是死马当活马医才找到的我。我既然接了他的案子，我就不能让他失望。我没有办法拒绝他。怎么没有办法呀？你是罗宾的助理，你可以把事托给罗宾啊。那怎么可能嘛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你要不想辞职，你就明明白白告诉我，你干嘛非要给我找那么多借口呢？你先说丽娜哦，遇到事儿了，你不好意思提辞职。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丽娜这事儿过去了，又蹦出了一个8竿子打不着的林家映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不是怕林家映对你失望，你是怕罗宾对你失望，对吧？明白了。
当然是赢了。我现在在律所来拿判决书，你想什么呢你？以后就来找你啊。给您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客气，这是您应得的。我特意去给你们买了良品铺子，高端零食。你们呀，律师太辛苦了，一定要多吃点儿。谢谢，收下吧啊！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律师费是多少钱呀？按照执行的10%，那是多少钱？500万的10%是50万。哎呦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们5000块钱咨询费。小戴，当时不是说好了吧？每个小时咨询费是3000块钱。哎呀，我就是问了问你们呀，你们也就是给我出了个主意，对吧？以后还可以当朋友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客户的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5000块钱我微信转给你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这个很贵的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微信转给你啊！我你等一下。这个老重要了，再见，谢谢你们啊。那边。啊，谢谢，再见。别看了，走远了，拿回家吃吧。律所章程明文规定，晋升高级合伙人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原有合伙人同意。对，律所的章程还明文规定，如果原有的合伙人犯了重大的错误，对律所造成了重大的损失，律所的管委会主任有权提议对该名合伙人做出劝退的处理。你只是一个错别字，并没有给客户带来实质损失。罗宾是好样的，是他力挽狂澜，否则损失不可估量。事实是，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。事实上，是你犯了错误，差点错过了客户的诉讼时效。这个对于律所来说就是重大的错误。您是在暗示我，如果我不同意罗宾晋升为高级合伙人，您就要将我劝退。科学表明，人是唯一接受暗示的动物。就这样，特别帅，好，非常好，哎，就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哎，我觉得正的比较好，更正式一点。就这样，特别帅，好。对，可以向你侧一点啊，这个更形式了啊。对对，特别好，哎，很帅啊。衬衫有点皱，拍的完美一点。侧坐，侧着坐。刚刚说正着比较好，身体转过来，身体转过来。那边拍是不是比较好一点？我觉得他这个侧面好看一点。这样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正一点也要来几张的。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让我看看你拍的是什么样。我就是说他这个姿势比较好，比较好看，而且我们这个照的是证件照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就是个照片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来，我们继续。看好。对，对，好。优秀的律师是律所最大的资源，也是律所最大的资本。为鼓励优秀律师参与律所管理，共享发展成果，根据全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理规定，经全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理委员会2019年3次全体会议评议，并报全景总部管理委员会批准，特晋升罗宾律师、赵旭律师为全景高级合伙人。好干，别瞧我棒。是，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又来了。祝贺。谢谢。风主任说你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回头会好好看的。嗯。每个灵魂都在各自生长。
最后释放，选择让谁失望都不该，选择自己失望。对千里无限渴望，对远的充满信仰，迎风迎才是较量，多疯狂，多倔强，将你的心转成什么模样？用善良。难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要不这样，去火车站走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走吧。来，您站中间，好，来2个新人站2边，对不对？好，站那边，好，哎，来，你站这儿，来，好，准备，来，1、2。你的办公室不在这儿啊？我是来找你的，早上来过一趟，你没在。堵车，外边堵得就像个停车场一样。你从来都不会迟到。你不管公司的考勤？我是说，你是故意躲开今天早上的例会的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跟我说，你曾经给我机会，但是我没有珍惜，因为我反对跟你一起反对罗宾？我就是怕你误解我。事实上，我一直想让你成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，但是封印更欣赏罗宾。我没有看到你更倾向于我。那是你没认真看。我认真的看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百静红是你主动介绍给罗宾的，但是后来罗宾把你排除在外。实事求是的说，百静红是个比较难缠多疑的人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把我的朋友发展成为我的客户。实事求是的说，你交朋友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朋友有朝一日变成你的客户。那也没有什么错。当然没有错，整个律所都知道你的专业并不在法律上，你的专业在交朋友上。你不能把你没有晋升为高级合伙人的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。你的理解太狭隘了。那你怎么理解？提百静红这些陈芝麻烂谷子，不就是为了要刺激我吗？那是你的理解，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。提醒我什么？提醒你当初就在向罗宾示好，否则你应该把我直接介绍给百静红，而不是介绍罗宾。况且当时你就知道，我跟罗宾都在一起争取百静红。你不清楚的是，百静红她想找一个男朋友。我也是单身。你不会喜欢有钱又强势的女人。但是你没有给我这个选择的机会啊！你直接去找罗宾，而不是来找我。本来你可以跟我说，何塞，我认识一个富婆，你想不想去见一见？我们言归正传。言归正传。就是你当初就想去拉拢罗宾，但是后来发现拉拢不成，你没有想到罗宾对封印会有这么高的忠诚度，这一点超出了你的想象。而现在罗宾已经做了高级合伙人，如果他跟封印在一起了，他们俩狼狈为奸，你就更没有话语权了。所以你会到我的办公室来，坐在我的沙发上来拉拢我。你说话总是这么一针见血。我不喜欢绕弯子，如果一针我就能扎出血来，我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扎第2针。好，开门见山。封印是你父亲的学生，我们父子关系不好，血浓于水。你不了解我，我了解你父亲。你不了解他，你认为你了解他，其实你不了解任何人，因为你所说的了解就是控制。你想控制所有的人，你没有试图去了解任何人，所以你现在会孑然一身，你不会去爱任何人，任何人也不会爱你。人和人之间除了爱与不爱，还有其他的关系。比如呢？比如尊重、欣赏、惺惺相惜。您看您总是熬夜，这是如新的明星产品，智能护肤，您试试。回到全景了？之前我就是一气之下。封印给你道歉了？
他说他压根儿就没有批准过我的辞职报告。像他的风格。您跟封印，你的父亲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在养老院呢。何塞还帮他找了个心理医生。医生说，我父亲因为长期心理不平衡，所以形成了报复性的人格。丽娜，虽然我现在不是你的律师了，但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一些我了解到的情况。你父亲坐过牢，当年的案卷上写着因生活琐事与人打架，致人重伤。那件生活琐事就是有人喝多了，说你不是他的孩子。你父亲被判了刑，怕对你影响不好，就和你妈妈离了婚。他刑满出狱之后，到处找你们，可你妈妈给你改了名，背井离乡。他找了好久，所以按道理上来说，也不算是他遗弃了你们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谢谢您。不客气。我们律师其实最不愿意打亲人之间的官司了，能看到你和你父亲和解，真的是最高兴的。律师费回头我给你打回你卡号去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可是这个意思啊。您要给我退回来，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了。您别送了。好，拜拜。稍等。啊，好巧啊！去我们律所啊？我下楼买点东西。那天在医院，我对您和罗律有点失控。可以理解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啊？还想瞒着我？没有，我们是想公开的，但是公开了，黛西就得离开全景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我们是竞争对手。哎，也可以是你离开龙科呀。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佳敏姐说的，谁也不说。谢谢您。你们都不下吗？我下。罗律，没关系，黛西已经跟我解释过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医院的表现，能理解。我是。你以后别迟到啊！哎，不是都哪些人啊？就我上午跟你说那两个啊，打扮漂亮点啊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这个并购案。因为我想多点时间跟你打台球啊。可是我必须得多花一些时间为你做尽职调查。拜托，机会稍纵即逝。哒哒哒哒哒哒 ！Happy birthday！ 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忘了吧？我一猜你就忘了。白飞，你不能发完了脾气，说完了难听的话，你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啊，原谅我。
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我给你发了微信，你为什么没回我？哦，我放在包里，我没有看见。对不起，罗老师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看看你的微信就知道了。进了吗？没有，到你了。难道给他当助理，比跟我结婚还重要吗？麦飞，咱俩别吵了，行不行？我还要回所里呢。别，咱们说清楚，你舍不得什么？我舍不得律所，我舍不得工作，我舍不得我的同事。你干嘛不说你舍不得罗宾啊？是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他。我跟他在一起工作，我特别有成就感，这种成就感我从来就没有体会过。所以咱俩别吵了，行不行？我还要回所里呢。别，咱们说清楚，你舍不得什么？我舍不得律所，我舍不得工作，我舍不得我的同事。你干嘛不说你舍不得罗宾啊？是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他。我跟他在一起工作，我特别有成就感，这种成就感我从来就没有体会过。真相被隐藏，我失去的和错过的，像无数之刻，考验我的脆弱。曾击溃的喧嚣着，穷追不舍，又经历过那么多，才能勇敢面对挫折，重来夜色如墨。我用力过每一刻都有快乐，我还是我，把伤痛写成一首热烈的歌，渲染的歌。世界的温柔，曾击溃的喧嚣着，穷追不舍，又经历过这么多，才不枉费一遭活过，留下一笔浓墨。我用力过每一刻都要快乐，我还是我。把伤痛写成一首热烈的歌，绚烂的歌，我的歌，我的歌。罗宾老师，你回家休息吧。我没事儿。马上回家，回去休息。你要去哪儿？亲爱的何塞老师，我有事需要马上出去的。你不能出去。今天你值班，公益值班，能不能找人调换一下？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。难道只有你的客户是重要的，我们的客户就都不是重要的？你的理解力真的相当感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47条。律师拒绝法律援助义务的，可以处以5000块钱的罚款。我马上转给你。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下的处罚。何塞老师，罗宾老师他做过好多法律援助呢。今天他值班，那我来。咱们律所不是规定助理可以替老师值班的吗？李总，哟，王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久等了。哎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罗宾律师。幸会，幸会。介绍一下，林静薇，我多年的法律顾问。你好，王总。你好，快请坐。好久不见。你们这是？你们认识啊？罗宾是我们学校的男神，每年1等奖学金，永远都是他们年级的第一。
林律师也永远是他们年级的第一。哎，那你们俩要是碰上了，谁是第一啊？还没碰上过。这不碰上了吗？那谁输谁赢啊？并购案不存在输赢，皆大欢喜。那我们就等着皆大欢喜。好。谢谢你送我。应该的。你什么时候做好初步建议书啊？我已经做好了。在哪儿？电脑里。让我看看。等你做好你的。我已经做好了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你是唯一一个拒绝过我的男人。我当时有女朋友。你现在没有了。你对我做了尽职调查。我现在可以追求你吗？我有一个底线。什么底线啊？刚刚已经被你击穿了。我今天一直在律所啊。你要看到微信，你给我回个呗。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吧，是我爸单位分的福利房。我爸去世以后呢，是我和我媳妇儿还有我妈，我们一起生活。到这个80几年的时候，这房子能买了，我妈就和大家一起商量说，买下来。我当时属于工龄比较少，用的是我哥的工龄。这房款3万8是我出的，属于这个成本价购买。这事儿呢是让我大姐去办的，我大姐呢就以我哥的名义交的这个房款，这房本也在我大姐那放着，我稀里糊涂就不知道这房本上它不是我的名字。您说完了啊？从法律的角度讲啊，这个判决没有什么问题。按照物权法，这房子呢归您哥哥。他想要出卖，不存在任何问题。你这么说话，就不对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兄弟姐妹感情还特别和睦。我妈说房子是我的，谁也没反对意见啊。我也不知道那个本上的名字不是我的。后来我妈这突然也去世了，谁也没提这房子的事儿。您可以选择重新起诉啊，他们起诉您归还，您可以起诉他们析产啊。我能重新起诉吗？起诉是什么产？析产。析产。不要动不动的就建议别人重新起诉啊！诉讼有风险，你承担吗？不是，何塞老师是这样的，陆先生的房子是属于原始的父母福利分房啊，再加上陆先生他也有出资啊，所以说如果房子都归哥哥所有的话，是有失公平的。造成今天的局面，您也是有错误的。我也有错。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
您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您出资、您居住，产权归您。当时为什么不写一个家庭协议呢？我当时不没想到这个吗？您刚才说那个重新起诉，那我该怎么弄啊？哎，他是助理，他没有经验，你下班吧啊。好。何塞老师再见。哎，那我今天，我跟你说啊。我给你打了1天电话，你没接。你给我发了那么多信息啊？有事吗？我护照在这儿。我给你拿。留着吧，给你买的，毕竟爱过。我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吧。莫愁前路无知己。咱俩说好了啊，你说，不许再凄凄惨惨戚戚的了。你是去追逐你的未来，这是好事儿。去留肝胆，两昆仑。大哥，你是去留学，你别搞那么悲壮好不好？那我重说啊。还内存之情。天涯若比邻。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们老板催我了，所以我赶出来了。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告诉保安，我是你女朋友。你们那位吕家老板，难道说就等不到天亮吗？是你们王威老板恨不得马上签约。可是尽职调查，不可能一夜就做出来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们调查我们。
可以给你们看的都在这儿了，抓紧看，不然我们老板会改变主意的。你在开玩笑？我从来没有给你开过任何玩笑，都是认真的。包括我说我爱你。如果说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，很遗憾，我们这2个协议很难达成。那我会告诉你的老板，是你否决了我的建议书，然后你的老板可能会换掉你。毕竟你的老板比我的老板更想达成并购。那我也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因为你不给我们提供你们内部的财务数据，账目报表。这样，你给我看你们的，我给你看我们的。OK。对，他让步了，由你来主导大局，已经在过合同了。当然，那就这样。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开心？黛西呢？什么事儿啊？何塞老师投诉你，说你在值班的时候冒犯了他。我就发表了一点点和他不一样的看法而已。可人家陆先生现在点名让你去提供法律服务，那何塞还不得暴跳如雷？那我一会儿去跟何塞老师解释一下吧。越抹越黑。黛西小姐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你自告奋勇替我去值了个班，然后无事生非给我找了个事儿。黛西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是嫌我工作还不够忙，事情还不够多，对吗？黛西，还不赶快谢谢罗老师。咱们律所有规定，所有的助理不能独自接案子，不能单独承办律师业务，更不能在法庭或者仲裁庭上以律师的名义发表代理意见。罗老师，谢谢你。只要你把这个案子接下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？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您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少给我惹点事儿。所以他是答应还是没答应啊？你们何律师不建议我重新起诉，这我也能理解。他是怕万一重新起诉要是败诉了，我会找你们麻烦。我不会的，绝对不会。这样，你先固定一下你2位姐姐的证人证言。我二姐在国外呢，那就先固定你大姐的，毕竟你大姐是经手人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大姐去办的这个事儿嘛，她其实特别后悔，她当时就是随手在那个上面，就写了我哥的名字。另外，你大姐年岁有点大了，你最好去把她的证人证言做一个公证。怎么做呢？黛西，你陪着去一趟。好嘞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好，太好了。那就这样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好，那黛西，你陪她去。好，您稍等我一下，我回去拿个包。来。
当时确实是陆军出的钱，我妈也说了，这房子就是陆军的。其实我妹妹还提醒我，让我跟我妈说立个遗嘱。那这遗嘱立了吗？我没跟我妈说。我妈是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家轮流住。当时是在妹妹家走的，走得很突然，我也不知道立了还是没立。那妹妹呢？我妈走了不久，她就陪孩子出国读书了。心思都在孩子身上，家里这些糟心事儿我就没跟她提。关键是我们张不开嘴跟她说呀，怎么说呀？说我哥把我告了。家里发生的事儿，妹妹她都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她知道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没跟她说。我找机会跟她说说，让她也劝劝大哥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大姐，跟她说，她不也跟着烦吗？也不是啥光彩事儿。大哥卖房子的事儿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？不知道吗？怎么人家上我们家看房子来了才知道。完了，我说这房子是我的，人家就不敢买了。然后我大哥就上法院把我起诉了嘛，这不是让我归还房产吗？为这事儿啊，我去过大哥家，我们就在一个院住着。我跟他说：“你把陆军赶出去，你让他住哪儿啊？你就不怕妈在天之灵找你吗？”你们说的这个情况，法官他都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开庭的时候我气病了，我没出庭。那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法官说明白呀？哎呀，其实我当时要是请个律师就好了。到了法庭上，我这一紧张，要说啥全忘了，让我哥给气得我直哆嗦都。谢谢啊，慢点啊，好，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嗨，好巧啊！是挺巧的，我现在是你客户哥哥的律师，他们兄弟姐妹都住在一家住院里。不可能。你可以问何塞。何塞？人家哥哥知道你们给他弟弟出了一个重新起诉的主意，就去你们律所闹了。然后何塞就把他哥哥推荐给了你们。我没在现场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。反正廖主任让我过来，让我跟他哥哥接洽，还说是何塞律师介绍的。那你回律所吗？我回。走吧，一起吧，我叫了滴滴。他答应了你所有条件，就差几个签名了。你还带了酒？庆祝怎么能没有酒呢？不，差几个签名也不作数，得等都签上再庆祝。你一直一个人住啊？你不是做过尽职调查吗？你找什么？开瓶器。这个很特别啊。你喜欢？嗯，送给你。谢谢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爱上我。只是那个时候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姑娘。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你笑什么？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都是在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崭露头角的。你所指的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是指武媚娘，还是芈月甄嬛？
你在嘲笑我电视剧看多了？不，我是觉得，你觉得这酒不好喝？不，我是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。你是说我谈过多少个男朋友？不，我是说我们在谈判的时候，你对我隐瞒了一些重要信息。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一个人住了。那么你究竟对我隐瞒了什么呢？你太疑神疑鬼了。吕家的产业有不良资产，我不可以告诉你。你必须告诉我，到底有什么？真扫兴。那是我的手机，那也是我的。你送给我了。跟你怀疑的一样，这次的并购非常像日新收购亚博。亚博的净资产只有8700万，但是他们给出的利润承诺分别是3000万、5000万、8000万、1.4个亿。上市公司根据这样的利润承诺开出了20个亿的市场估值，但是亚博一直没有达到。他们子公司的高管害怕背负责任，就一直在找理由和母公司进行谈判。太过分了。吕家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包装，弄了一个很新的概念，跟咱们的客户说了一个他听不懂，但是却很好听的故事。然后他们说，你们再买就没机会了，我就卖给别人，对吗？您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交给过他，对吧？您教的可真好。我有一个主意，中国象棋古谱中有一个必胜招，弃马13招。您会啊？我还会大刀剜心。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表达你对我的爱意。其实我是来要回我的红酒塞的。法律规定，赠与物已经交付的，不可以随便撤销。不好意思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。你应该说，在你的职业生涯里，你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。我做过尽职调查，你从来都没输过。我研究了一下你的榜样。谁？那些通过男人获得胜利的女人。他们之所以胜利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了武器，他们摸准了男人的弱点。我是真的爱你，只是有一点你接受不了，我可能比你强，虽然你也很强。我崇拜所有比我强的人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。但是你不会爱上一个比你强的女人，是吗？我只是不能接受一个不择手段取得胜利的女人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在男人和胜利之间，我永远选择胜利。那是因为，假如你是武则天，
满朝文武跪的都是男人。你看过我的集合动态？我也做了一份尽职调查，虽然是刚刚做的。你开玩笑？我在笑吗？王威疯了吗？业内都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停止收购，这对王威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别人会以为他有问题，他的股票会狂跌。你完全低估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他虽然不太懂并购，也不太懂法律，而且容易冲动，但是，他有一个优点，他信任我。但你的客户对你，就未必有这种信任，对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搞砸了，求你了，罗宾。这样，你向我们认个错，我们双方重新约定一个时间，并购条件重新谈过。谢谢。我想去找一趟廖佳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让麦飞代理了陆军的哥哥陆离。看来我要找何塞好好谈一谈。您别去啊！为什么？怕暴露你的消息来源？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何塞老师。廖主任本来就一直专挑跟咱们律所有关的案子。我们是甲方律师，他们就是乙方律师；咱们是原告代理，他们就是被告代理。但凡案子的一方找到了我们，他就会想办法去找案子的另一方。谁告诉你的？人尽皆知啊。那这个案子，你和麦飞不存在利益冲突。我们分手了。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您没有接着问。我是一个不善于关心别人的人。丽娜姐说，您是一个害怕建立亲密关系的人。你觉得呢？罗宾怎么会接这种案子？可能是跟何塞置气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我实习那会儿，他们俩就在对着干。全警的人都在传罗宾在谈恋爱了。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廖主任，前台有个叫黛西的女孩要见您。好，让她等一会儿。你去把黛西领进来吧。廖主任，我就是特意过来跟您聊案子的。和我？我没有时间。那您什么时候会有时间呢？等罗宾什么时候有时间了，再和我来约。罗宾律师就是特意让我先过来跟您沟通一下的。那你去和罗宾说，我不会和你谈，我只会和他谈。对不起，廖主任，我恐怕不会把您的这句话传达给罗宾律师的。随便你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看来就只能直接去和陆军的哥哥陆离聊了。我会告诉他，因为您这儿不配合我们，所以他不得不走法律程序。哦，我还会告诉他，西产案的法律程序可不是1天2天就能解决的，需要1年2年，有的甚至是好多年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他现在应该正急于用钱才对吧？和麦飞去聊啊。廖主任，我今天是刻意过来跟您聊的。这很公平。我们去会议室吧，这边请。我了解罗宾，他是我师哥，我们在学校一起做过模拟并购案。行了，
我想听听你师哥的律师意见。王伟总不仅是我的客户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我很明确地说，他想要的就是合并，而他当初所被你打动的，也是合并后的一个愿景。对。当然，造成今天的局面，也并不全是林静薇的责任。他是你的律师，想为你争取更大的利益。是的，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律师的责任。但对我而言，最大的权益是共赢，而不是说让一家公司名誉扫地，另一家公司想套现走人。王总，对不起。我们还是朋友。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了。对不起，我们要的不是让步。你是有法律义务把我的方案拿给你的委托人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合伙人接的案子交给一个助理来办，你们家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恕我直言，廖主任，你们这么做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专业。把罗宾叫来吧，啊，派一个助理过来跟我沟通，不敬业。打扰了。Bisky， 我们打一份工不容易的。你别装可怜了，你是亚洲商业法律杰出女律师，拿奖拿到手软。我猜你家一定有一间屋子，专门用来装你从世界各地领来的各种奖杯，而且是你害得我差点掉进一个大坑里。啊不是差点，是让我已经掉进了那个坑里。只不过刚巧，你用来砸我的石头有点大，让我垫着爬出来。我刚刚失去工作，他们炒了你，我不想干了。这个不想干的理由是？我想嫁人。别担心，我不是在逼你娶我。您的威士忌。谢谢。有一个男人，他追了我很久，我一直都没有答应他。他各方面都很优秀，而且对我很好。但是我一直认为你会爱上我。也许你已经爱上我了，但我不想爱一个把我杀得片甲不留的男人。对不起。我也不喜欢男人跟我说对不起。我要结婚了，别忘了给我包红包。好。还有，给我新婚礼物。没问题。你想要什么礼物？住宿。新婚快乐，祝你幸福。我爱过你。
这是真的。你好像被人投诉了。投诉？投诉我什么啊？客户说你把他的底牌让对方知道了。是，我是让对方知道了我们的底牌，可与此同时，我也知道他们的底牌啊。黛西，陆军是我们律所的客户，陆军到我们律所来投诉，说罗宾把自己的案子交给了一个助理，而这个助理是对方的卧底。他跟我们说，开始这个助理还要帮助他重新起诉，可是后来一直在致力于与他哥哥的和解，并且把和解的底线交给了对方。何老师，您这是在侮辱我！你在侮辱我们大家！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你当时是跟谁一起去见的陆军的姐姐？我是自己去的，只不过是在离开的时候，我刚巧碰到了对方的律师。他的姓名？麦飞。后来你就上了他的车？没错，因为我要回律所，而他刚好也要回律所，而我们两家律所又正好在一幢楼里。何塞老师，您和廖主任也刚巧同时出现过，而且您还把客户给了廖主任。律师之间是朋友关系，互相介绍案子，这很正常。不像有的人偷偷摸摸的谈恋爱，与自己的恋爱对象代理同一起案子的双方，而且不告诉对方的当事人，这是不是就值得怀疑了？何塞老师，我和麦飞已经分手了。你承认了？哪条法律规定了两个律所的律师谈恋爱就一定要公开恋爱关系的？虽然说没有这样的法规啊，但是这是最起码的职业伦理。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一共7章49条，请问哪一条规定了律师不能和其他律所的律师谈恋爱，或者有了恋爱关系就一定要公开的？是客户投诉，黛西是我的助理，由我处理。不，律所所有的助理、实习生都由我管理，我的除外。我真的没想到陆军竟然会投诉我。你为什么没想到？你应该想到。我可是他这边的呀。所以他才投诉你啊。他跟你说他可以给他哥哥补一些钱，但只要他哥哥不要卖掉房子，这是他的底线。而你不应该把底线告诉对方律师，哪怕对方律师是你的前男友。我就是想快点把这个和解协议给签下来。那你知道他哥哥为什么要急于卖掉房子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可以去了解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有多急。进来吧。我不是来找您的。你找我的？对，但这个事儿也得让罗律知道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的当事人陆离和我说了一下他现在的态度，他并不着急卖房，也不着急用钱。你们想谈就谈，想打就打，反正别想趁火打劫，逼着他谈和解。我能和我前女友出去吃个饭吗？不能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和你出去吃饭，我不想再让我的客户投诉我了。去吧，他不只是你的前男友，也是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。这个案子还是我们廖主任负责。我要去留学了，听到没有？重点是要去留学了。用餐愉快。你找我有事儿？特别重要的事儿。哎，林大姐。哎，林大姐。有个事儿啊，刚才你的那个客户的姐姐打电话来找你，总机接错了，给接到我这儿来了。啊，她说啊。有遗嘱，在妹妹那儿。
房子是他弟弟的。哎，那他妹妹为什么一直都不拿出来啊？说是他妈妈走得比较突然，办完后事之后，妹妹就带着孩子出国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当时其实也没有人提这个遗产的事情，因为老人没有什么遗产，就这么一个房子，大家默认这个就是给弟弟的。后来今天姐姐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，妹妹就说：“你怎么不早问我？咱妈有遗嘱在我这儿。”刚才他们还给我发了遗嘱的照片。那你能不能把这照片发给我看看呀？你们先去吃饭吧，一会儿原件就送过来了。罗宾老师他知道这事儿了没有？我想等原件送过来再跟罗宾说，你也先别跟别人说，也别跟你们客户说。为什么呀？他姐姐挺犹豫的，跟我聊了半天，说啊，其实他们两个姐姐希望这个房子最后还是能让他弟弟住，然后给哥哥一笔钱，双方可以和解。如果弟弟现在就知道有遗嘱往死里头搞，那他们兄弟俩不就真成仇人了？所以啊，咱们也先别多事儿，等他姐姐把遗嘱原件拿过来，听听他的想法，再说。行，我觉得有道理。快去吃饭吧。谢谢丽娜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吧。您好，163请来了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工作上的事儿。没关系。哎，如果你忙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别吃饭了。有什么事儿现在就说了吧。哎，还是吃吧。我有一朋友，他在国外，有很多业务在咱们这边，所以他平时总是两头跑。他需要一个助理，帮他去处理很多事情，要求懂英语，懂法律。所以你就推荐我了。喂，罗宾老师。刚才廖佳敏来电话说，他希望双方能够尽快签署和解协议。他说这次应该让双方都会比较满意。真的？你赶快回来吧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先走一趟了啊。其实，我不愿意让你这样。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丽娜，黛西和麦飞分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他们俩还会和好的。这不是你我该关心的话题。他俩其实并不合适。不合适还在一起才叫感情。你懂感情吗？我不懂。林静薇，我知道，他要结婚了。他其实爱的人是你。你这样说不好，缺乏事实依据。他来找过我，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，是不是单身，住在哪儿，是不是一个人住。你就和盘托出。我跟他说了，你们两个不合适。他不信。他跟我说，合适在一起不叫感情，不合适在一起才叫感情。不过是你让他明白了，女人还是要找合适自己的人。你们怎么突然就想要签了？我们廖主任也做了很多工作，既然陆军愿意给补偿，那就和解呗，毕竟他们还是兄弟啊。
真是不好意思，最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你们要没麻烦，我们就没工作了。罗律师都跟我说了，我实在不应该怀疑你，抱歉。谢谢您吧，廖主任。谢谢麦律师。我们应该的。谢谢。那我送您出去。哎，走。看来您和您的当事人还不知道他的二姐已经找到遗嘱了吧？麦飞，你曾经是我的助理，你很聪明，脑子也很好用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你留在全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喜欢自作聪明，这样不好。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根本不存在什么遗嘱。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给你多点教训。这样最好，兄弟之间嘛，哥，你要是需要钱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你别不好意思，咱兄弟不存在。我这其实没什么，这不是你大侄子吗？他非要创业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哎，不过他跟我说了啊，你这个钱算投资。哎，你是他股东。哎，咱们怎么说都成，哥。哎，这边。哎。你们太卑鄙了！说什么呢？你跟罗宾算计我，你们根本没有遗嘱。是你耍了麦飞。是他自作聪明，是你误导他，你让他误以为有遗嘱。我并没有说谁有遗嘱，我说了是他自作聪明。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个教训，并不厌诈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麦飞他无法从心底里真正的去尊重你。我不需要他的尊重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尊重。你竟然敢冲进我的办公室质问我，我不需要你教我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、光彩的，什么是光明正大的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：第一，胜利就是胜利，胜利好过失败；第二，如果他妈妈有遗嘱，那也一定是希望他们兄弟和解，相互帮衬；第三，即使是好人，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，有的时候也必须使用一些手段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，请你记住这3点，牢牢记住。出去，出去！什么事儿？我被骗了，主任，对不起。你被骗了，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？他们没有遗嘱，他们误导了我。然后呢？基于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，采取欺诈手段签署的协议。那我并没有跟陆离说有遗嘱，所以不存在着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以及欺诈手段。那您知道是罗宾他们在故弄玄虚了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告诉客户有遗嘱，最后没有，客户会跟我没完没了；如果我告诉客户没有遗嘱，是对方虚张声势，万一真的有，客户还是会和我没完没了。无论有还是没有，我都会很被动。所以罗宾他们太过分了啊！所以我只是把你前女友的和解方案给了陆离，告诉陆离，如果他立刻接受，马上就能拿到钱；如果不接受，胜负难料。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没有任何责任。我学到了，主任。
你和黛西真的分手了？嗯。你走了之后，黛西和罗宾吵了起来了。啊？因为他认为罗宾骗了你，非常不光彩。我可以接受你被人骗，被客户投诉，但我不能接受你欺骗我，耍小聪明。我没有，主任，我们真的分手了，真的。重点不是分手不分手，重点是要诚实。我记住了。江海洋、林静薇期待您带着祝福为我们见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怎么还没下班？这份请柬自从我送来到现在，一直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你到底是看了还是没看？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想让我假扮成你女友，手牵手一起参加婚礼。丽娜，你是不是想说，我不应该误导麦飞，编出一个遗嘱来？可是效果很好啊。效果是很好，可是你是想说不光彩，还是因为黛西说了不光彩，所以你觉得确实不光彩？你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你从来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，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是，我确实从来不在意任何人对我的看法，我也经常骚人非议，说我不光彩，但我并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现在放在心上了？我在反思我自己。反思的结果呢？从今以后洗心革面，不再关心输赢，只关心粮食和蔬菜。佳敏姐，怎么这会儿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没事儿，闲的。您日理万机，时间管理到分秒，怎么可能是闲的？肯定有事儿。你我都是律师，我们各为其主，据理力争，狭路相逢，针锋相对，都是难免的。可是做人要有原则吧？那当然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告诉客户你们有遗嘱，哄着他们签了和解协议，后果会是什么样？不敢设想。那为什么你要给我挖这么大一坑？因为我知道您肯定不会掉进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跟您学的呀。您是挖坑高手，您怎么可能会掉到坑里去呢？如果真的换做别人，我还真不敢挖。万一掉进去，那可怎么办？佳敏姐，这件事跟罗宾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主意。看你们俩还挺有默契。您过奖了。受之有愧。收拾一下东西，下班吧。